2026年，大家又从 AI 焦虑的一年开始了吧？我上次发视频还是3个月前。我这段时间沉迷于用 AI 帮我改进我的 Unity 游戏开发流程。这次就从游戏开发 AI 的实际角度，以我正在做的游戏为例，来分享 AI 怎么真正帮我开发游戏的。Vibe coding 的问题。去年12月份，我问 AI 一个问题：怎么通过文件夹系统读取其中的内容？给出的代码一次就运行成功，我得陇望蜀，加上有免费额度就占的心理作祟，开始混迹于 GPT、Gemini、XAI、DeepSeek 等区域，依次给我的 AI 游戏加入导入音乐，把视频作为物体在场景中播放 ，Addressable 大改重构，优化 Unity 蓝图的自定义节点，批量生成角色 SO 以及 Prefab 等等。我最切实感受到的是 AI 编程的进展神速，当然所有代码我都自己改过，毕竟那些啰嗦的过度谨慎的代码是完全不需要的。有次我求教如何根据导入的图片自动调整相框的比例，以及如何让相框一直在地面上方， AI 给的答案算法极其精妙，满屏幕都仿佛在嘲笑我的无知。我流着耻辱的汗水，想仔细感受一下代码，结果越看越不对味儿，因为我发现很多地方根本就不需要。也就是说，我让他给我做木须肉，他却空运来一只猪，然后从这只猪的处理开始分析如何做一份木须肉。但是我看着猪天真的眼神，突然受到启发，按照 AI 的思路，自己写了新的代码，结果实现了自动调整比例的功能。简言之，我的图片、视频都是展现在 Quad 上 ，Quad 的默认 XY 大小都是1，我没必要像 AI 那样先通过计算 Mesh Renderer 的 bounding， 然后再调整。我可以直接根据图片比例调整 Quad， 这大大简化了过程。所谓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，前提是你得知道你在做什么。现在是人都在谈 Vibe coding， 但大都集中于网页 App 这种开发。我相信你见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To Do List、什么记事本之类的，对吧？都是这种偏向于前端、后端，不需要繁重编译的项目。游戏开发的话，因为牵扯到要以游戏引擎为基础，虽然可以做个场景，但是后面完成游戏的痛苦，只有做了的人才知道。现在很多 Vibe coding 的主题都堆叠到如何在中国大陆地区稳定的用上 Cloud 之类，你只看到大部分庖丁在炫耀自己有刀或刀很锋利，但没人展示自己解了几头牛，咯咯哒咯咯哒，对，连鸡都没解几只。于是我认为，综合现实情况，至少2026年，我做游戏开发还是让 AI 配合，而不是全交给他，也教不了。至少在2026年是如此。不信，你可以用你现在最顶级的 AI 工具，做我这种量级、UI 复杂、逻辑功能相互依托的游戏。我建议对游戏开发感兴趣的话，还是要先学怎么用游戏引擎和基础编程，也就是要 Hybrid Developing。我开发游戏是配合 Unity 的蓝图和 C#， 现在我检测大模型能力的话，都是让它写蓝图的自定义节点。现在 GPT、Cloud、DeepSeek、Gemini 都可以一次给出可运行的自定义节点，这就大大方便了使用蓝图开发。毕竟用 Unity 初始的节点的话，肯定有不方便的地方。像我这种把动画库做成节点，既方便调用，又可以查看整个流程的运行顺序。当然，也可以直接写成 C# 直接调用。蓝图主要是用来流程规划，具体的攻坚战交给 C# 做就可以了。这也是现在方便 AI 介入的地方。我的自定义节点是我多年依靠网上可怜的资料和社区的讨论总结的，现在已经让 AI 帮我优化了一遍。像我上面说的，我用的都是免费版 AI。像 GPT 超过一定 token 的话，会降频到次一些的模型，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可以用 Unity 做出 App 和游戏，所以免费 AI 足够我用。这也印证了我之前视频说的观点：若你懂编程 ，AI 即便不是如虎添翼，也可以让你狐假虎威，还可以让你薅羊毛，薅出幸福感。毕竟节省了大量的自由职业的成本。实话实说，我喜欢编程，这也是我不会全部交给 AI 的原因。即便用 AI 帮我写代码，我也会根据项目天删调整，这样也可以防止出现脱离编程导致的空虚感。我接下来会继续分享我日常开发游戏的心得。如果你想什么都不懂，只靠 Vibe coding 就做出梦想游戏的话，那就做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对我这种 Hybrid 的方式开发感兴趣的，请关注后续内容。